又是车内的录影。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这次我换另外一个耳机来试试看，其实是突然想到的，因为我今天要到台北，所以我现在人在雪山隧道里面。可是呢，雪山隧道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礼拜五，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往台北的方向的车子在堵在这里呢？难道这是下午有人翘班过来这边洗温泉，然后就再回台北吗？也许吧，因为今天真的特别冷哦。不过冷的天气呢，我们本来谈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反正现在塞车嘛，这个时速大概50公里左右吧，刚刚还比较慢。谈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啤酒。我在前几集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说，有关于啤酒的这个酿造方式。在这里，因为啤酒酿造方式要牵扯到整个流程，所以我觉得不适合在开车的时候谈这个，谈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跟啤酒有关的。然后这阵子，如果各位朋友有上，就是在超商里面特别去寻那些季节性的啤酒的话，会观察到一个现象。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先谈一个小段子，铺垫一个小段子。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坦白讲，我之前在上海去那边工作，就是来回跑之前呢，在台北没有吃过这样子，花莲、台北没有吃过这样子的烤鸭子，就是北京烤鸭的那种吃法。各位朋友可能会说，北京烤鸭怎么可能没吃过呢？不过就是把那个皮这样片下来嘛。对，基本上有2种了。如果是一个比较正统的餐厅的话，烤鸭的餐厅的话，他们的片皮的方式是只有片那个烤鸭刚烤出来，那个皮脆脆的这样，然后底下有粘着那个鸭子的油，然后并没有片到肉片，它单纯只有这个鸭子的皮而已。那至于说比较台湾式的吃法呢，是会把那个除了鸭皮之外，底下一点点肉也把它片下来。所以事实上在我高中毕业到台北来念的大学之前呢，我在花莲吃到的北京烤鸭，基本上底下都是有肉的，即便那个肉不是很厚，但是我的认知里面就是北京烤鸭就是拿那个面皮来包这个刚片好的这个带有肉的皮，然后再加上那个甜面酱、小黄瓜、洋葱丝等等的，不是洋葱丝，蒜丝吧，这样把它包起来吃的。然后在台北呢，我也没有吃过，即便是后来我到台北，我也没有吃过是单纯只有鸭皮的。是我孤陋寡闻，我相信台北一定有，只是我孤陋寡闻，毕竟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在2017到19年，我在台北、上海来回跑来跑去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上海那边的一个翻译的小老师，他年纪其实比我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酒商的业务助理，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我们跟酒商在那边谈事情了，所以跟他老板在谈事情，所以后来他有来帮我做某些翻译的事情，然后甚至我到上海的时候，我都会去教他，因为他你说狼性也是狼性啊，不过讲这样对一个女孩子讲不好听哦，就是说他们会把握住，特别是他已经在外商了嘛，到达那个程度之后，他会想办法再精进他自己。特别是我也希望，对我来讲，我是希望培养一个可以，在上海以后甚至搞不好可以接一点点业务的一个，可能可以当成是一个工作伙伴。
当然我希望他能够本身对这个清酒，因为是清酒这一块的，我希望他能够对清酒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只有听唎酒师协会侍酒那个 SSI 这方面的比较单调的说法。特别是我可以把葡萄酒跟清酒讲在一块，还有甚至烈酒等等的绍兴酒等等的，所以他蛮喜欢听我问他你要不要学的时候，他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每次去至少会安排如果我去一个10天12天的话，我至少会安排一个周末的一个下午大概3个小时左右，我会帮他上课，也不收钱，反正就是互相帮忙嘛，因为他会日文，他也会帮我翻译一些东西。他们也很具巧思哈，我觉得也用心了。就是其实中国大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恶人啊，也是有一些很淳朴的人，只是这个国家就是集权国家嘛。因为我那时候去上海的时候，每次去都会想，上海非常大哦，上海我估计应该是单单一个上海市好像2300-400万人，跟一个台湾的人口差不多。然后它的那个地当然没有台湾这么大，可是它大概我觉得整个上海市的一个范围，因为他们分好几个区，就跟台北有分什么大安区啊，然后高雄有分什么盐城区，这种一个区这样一样的意思。不过他们的一个区大概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台北市，所以我不晓得上海有几个区啊，但是我当然不可能住得太远，一定还住在比较他们的什么徐汇区啊、静安区啊这些比较热闹的地方，因为那离酒商也比较近，然后我要跟他们开会，要跟他们谈事情，甚至你要找餐厅吃饭，也都是选这种地方才会有比较好的店家。因为我们吃的是不管是西餐或者是日本料理，当然是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嘛。改天我来谈一谈上海的有关日本料理他们的派系分别，这很有趣。这个先跳过去，我先把我正题讲完。所以这个妹妹呢，每次在我要去之前，我会先跟她讲，我几月几号会到那边，然后问她的，因为通常都会涵盖到2个周末嘛，礼拜六、礼拜天，两个礼拜六、礼拜天。其实基本上我只要过去，他就自己就会把那个时间给调出来了，因为他知道我会比他忙，所以我跟他这样讲，他就跟我讲说他可以配合我，然后就甚至我跟他讲我住在哪一个酒店旅馆附近呢，他会去特别挑，因为我们上课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反正要找咖啡馆，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可以讲话的。那我又不是在地人，我不熟，所以都是由他来安排。他会去找地方，然后而且考虑到可能我步行就可以，然后又要有趣的地方，这真的很贴心哦。就是，虽然中国大陆中国我觉得小红书充满了统战的意味哦，但是他们的确靠小红书，他自己也跟我这样讲，在那边发掘说，有点像我们在看 Google Map 一样，看这个哪些地方有好吃的餐厅啊，或者什么景点啊，也是有打分数啊等等的，而且人这么多，所以那种你说要推广推销的话，其实真的是力道是蛮大的，靠那个，所以很多人经营这种平台来赚取利润。前阵台湾的那个什么统战事件，那个或多或少跟这个都会有一点点些微的关系，因为那边当时的状况真的是人够多哦，你看一个城市人就台湾这么多，其实很密集的。那这种高档的东西当然都有，他们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跟台湾最大的差异是戾气比较重，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竞争太激烈了，然后整个人口太多了，所以他们能够爬上来的人，基本上那个狼性啊、斗性都很强，就是谁也不服谁了，然后讲话也比较不客气，因为就是你如果太客气，就被当软柿子吃嘛。所以以我的个性，本来
在台湾都是比较柔柔顺顺的，到那边其实我好像也提过一些故事嘛，我去那边就要变得很让他们觉得说这个台湾人不是很好惹的那种感觉。倒不是发脾气，而是我就要显现出我比你们强很多，还不是一点点哦，强很多的这个跟我平常的这种比较笑笑的这种个性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小女生都叫我领导，我说你不要叫我领导，我只是一个你把我当成是一个就是来帮你上课的老师。她说妹妹你就是领导，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领导就已经有带就是有上下阶的感觉。老师虽然也有上下阶，但老师比较像在传道授业解惑，那领导感觉好像我还要带兵打仗那样的味道。他就说领导我会帮你安排，就是会找你住哪里。他每次安排的点，上课的点都不一样，让我很容易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因为通常我们上完课之后，我都会请他吃饭，然后带酒请他吃饭。那他也会顺便把附近有哪些餐厅也都去找好，就是整个考虑的非常的详细就对了。我去那边也当然也是尽我全力，比如说3个小时尽量讲很多东西给他，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小礼物给他，因为他很认真在学。坦白讲，我觉得他们那种到那个程度，那个念书的精神真的，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名词叫内卷嘛，包括读书也是内卷，真的是跟一些台湾的小朋友来比的话，我没有说他们好，这个因为我并不觉得读书要这样弄，我觉得读书还是要比较靠天分，还要去思考，而不是僵化的教育啊。那这一点，台湾的学生比较灵活，但是算了，不谈这个了，因为我是台湾人，我们要谈台湾的自己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带有色的眼光来看其他的部分，因为是好的就要讲好，不是好的我们也可以很直白的说出来，然后自己的头脑要够清楚，不要被人家带节奏的跑，傻傻的啊。我刚刚提的就是说呢，接回到烤鸭的事情，就是他每次都因为他知道我哪些东西不吃，我会跟他讲，就是没有吃过了，不是讲不吃，所以他带我去，就是上完课的时候，我们就通常开会馆安排的也很好，然后就是叫去吃饭的地点都很近，了不起简单的搭个车就可以到，有的甚至是走路就可以到，而且那餐厅绝对不是随便乱找，都是有一定档次的。有一次我住在徐汇区，然后徐汇区就是靠近那个黄浦江口岸那边，就是我们常看到什么明珠塔什么那块区域，他就找了一间那个吃烤鸭的专门的烤鸭馆子，我忘记他是北京下来的分店，还是本身就在上海开的店。反正呢，我去吃的时候，我说吃烤鸭好啊，那可以刚好配一点清酒嘛。我带的这个清酒是带酸度比较高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在日本酒度你带它酸度高的，那一般我们讲葡萄酒的酸度是来配海鲜的，你为什么日本酒是配？你说这种配用鸭子的东西啊，肉类的东西，你带日本酒度酸度高的？这一点以后我也会解释这边我先跳过，不然每次都会支线都比那个主线要长。那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订好位置，所以把我们带到靠近比较江岸的一个，也不能算包厢，算一个半包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有师傅会进来，把烤的鸭子带进来之后呢，再有一个小车子嘛，跟在台湾一样，就是会现场片皮给你，就是不是给我们当时给我们吃，但是他是这样一片片片下来摆好之后再端上来给我们。那手法速度都很快，那些蘸酱那些配料的东西我就不提了。而是我是第一次看到，我真的是算我孤陋寡闻，我第一次看到烤鸭上面它先上的那个沾的这个包裹起来的这个烤鸭的吃法，是要先吃的竟然是只有鸭皮和底下那层鸭油而已。
然后那个肉基本上他们是没有附在上面的，那个肉是额外他们后来再去，也是像台湾会有一些处理的方式，但是我的意思说包在那个片皮里面，包在那个那不叫片皮，那个叫有点像小的一个润饼卷的那种皮啊，然后里面包这个片好的鸭皮，带一点点这个应该讲带蛮多的这个鸭子的油哦，蛮好吃的。刚烤的，不论鸡或鸭都很好吃啊。那鸭子的油更好吃，然后包这个跟台湾类似一样的东西，小黄瓜。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个上海人他们那个算华东吗还是什么？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会喝西瓜汁、小黄瓜汁，跟台湾一样，可是他们喝的是不是温的，而是喝的是常温西瓜汁、常温黄瓜汁。明明他们那边夏天四季分明也很热，可是我搞不懂他们喝的是温，就是一般常温的。就是你西瓜摆在那边，然后切下来，20-30度的那种温度底下切下来，直接打成汁，然后给你喝。这个我是很难联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冰起来喝不是比较好喝吗？可是可能习惯了问题啊，因为这四季分明嘛，他们夏天就真的就差不多3个月左右就结束了。那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他怕我没有吃过，其实我当然吃过啊，但是他就师傅会先示范包给我们看，然后后来这个小女生也会帮我包好，就是弄好让我吃。后来我当时说不用，我自己来就好。我真的不是领导，我是一般人而已。我刚刚讲的就让我好奇的是，他们既然就是没有肉，就只有这个烤鸭的皮，再加上里面的油脂，然后包酱料等等。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甜面酱本身就已经有甜味了嘛。当然，台湾的好像稍微再甜一点。可是我看他们吃的时候呢，他们还附了除了这些一般的蘸酱之外，还附了一碟白砂糖。白砂糖。我就问这个师傅说，这个是要怎么吃的？他说这个就沾你包好了这个东西，要沾这个来吃，或者是把糖撒在里面也可以。我想说已经有甜面酱，那吃会不会太甜了？但是他们甜面酱比较偏稍微略咸一点，没有台湾这么甜。然后那个妹妹也是就是这样，她就说就这样沾着吃，或者包在里面吃都可以。我已经忘记是沾着还是包着吃，反正就是入口的时候是有那个糖分，就是在里面的。这样会不会太甜了？我那时候心里这样的犹豫，可是我一吃下去的时候，觉得怎么味道这么好吃？因为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台湾的一般的这种的，如果是不是路边的那种，如果是餐厅的话，通常烤的也都不错哦。当然水准比不上人家哦，因为我们的有些呢贪图便利，都先烤的挂在那边，那个有些都皮都干干的。它那不是，那热腾腾这样一吃，然后最主要是还有那个沾那个糖。我觉得糖，而且不是一点点哦，就是沾了有一定的分量，然后这样吃。主要的感觉就是里面除了鸭子的脆度之外，它那油脂跟那个糖，还有黄瓜丝，甚至一点点的青葱丝，整个的组合，再加上那个外面的那个皮啊，真的非常好吃。而且那个最重要的关键是，除了火候之外，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是跟那个糖是有关系的。为什么鸭子里面这个这样比较感觉是咸的料理，它竟然最后是沾糖来吃，而不是在烹调过程中加进去？我吃的时候真的对那个感到很感兴趣，然后后来他把那些其他的鸭肉再去做处理啊，包含做了鸭架子的汤等等的，反正那顿吃完才1000多块钱台币，我觉得还蛮便宜的，而且是整只的鸭子。我们又点了一些东西，我就问这妹妹说：“你们吃鸭子都是这样吃吗？”她说：“对啊，是这样吃。”跟台湾的习惯不太一样，至少跟我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就跟她称赞说，那个沾那个糖粉很好吃。
你们不知道是谁怎么会想到这样用？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小时候就是这样，有吃烤鸭就是这样的鸭子。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下记录，才发现呢，原来这种吃法号称啊，这个其实也是野史啊，不见得是真正的有考证过。但是野史是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有什么10大那个京剧啊，就是评剧的那个旦角，是男生扮成女生的那种旦角。里面有个叫梅兰芳的，我相信各位可能应该有听过，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梅兰芳就是松竹梅那个梅兰嘛，然后芬芳的芳，这是他的艺名啦。然后他是个男生，然后装扮成女生这样来演旦角，旦角就是女性的角色。然后据说这是他在吃饭的时候发明的，好像对嗓子也还不错，就是这样沾着吃，因为你口水会分泌嘛，然后再可能配上茶或什么的。可是我们配上清酒当然很合适啊，所以我刚讲说我那时候带日本酒的有点酸度的酒嘛，这样搭起来其实效果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哦，这个酸不是我这个酸虽然也是我有酸味，但是清酒的酸是跟葡萄酒的酸是不一样的。以后这个我会花一个专题来讲这个事情哦。那反正这个事情各位就先摆着。我在吃这个饭的时候，我就不由自后来就这阵子我看到市场上的一些小吃里面卖的一些啤酒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故事。其实我还有写了一篇文章，在当时就在谈到这种吃法，然后也跟自己的一些网友们一起讨论说这种特殊的吃法哦，然后这个引起很多回响。我当时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跟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他们会让我联想到今天在吃这个油脂，就是鸭油也算油脂嘛，鸭皮鸭油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既然油脂这么的丰富，有咸味的油脂，然后你在甜面酱啊，等于是佐料，这时候你再沾糖，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是法国的Sauternes的那种甜酒，再配上这种鹅肝、鸭肝，现在已经没有鹅肝了，就鸭肝这种内脏油脂感比较强的料理。所以由此来推断，就是说，像我之前也有讲过寿司嘛，就是我有吃过在中国那边有一个日本料理店的师傅，他说他突发奇想想到了，就是在烤好的这个鸭肝上面，这个放到寿司饭嘛，上面放鸭肝，然后最上面再放一块这个当熟的芒果，就这样一起这样入口吃。那就芒果就好像Sauternes的那种，就是那种所谓的贵腐酒的那种感觉，味道类似嘛，然后再配上这个鸭肝，其实跟我们在一般葡萄酒那种这样的搭配方式很像，当然口感就很好吃。然后再加上，特别是醋饭，通常都是醋饭，见到醋饭就是比较偏酸嘛，然后让这样搭起来，那个层次感拉得很好，就是有油脂感，有甜的，有酸的，还有一点点咸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梅纳反应，就是有一点点焦焦的那种味道，吃起来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然后加上水果这种很新鲜的就是整个配起来，这个几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说，甜酒配上这种，就是我所谓的甜酒是有这种热带风味的甜酒呢，配上油脂感的料理呢，其实通常没有想象中会这么的反胃，或者是太油腻，不会。反而是会，当然不能吃太多了，但你吃几个反而会觉得是很好吃。前面的本来铺垫的话题讲了半天，就20几分钟，而且我已经快要到目的地了。没关系，就用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故事啦，各位也可以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联想到这个事情，是因为呢，
其实这一阵子大家如果去小七或去那便利商店看，他们会通常这个季节，因为就是啤酒跟所有的谷类酒一样这个时候是他们的酿酒的旺季。为什么？因为你新鲜的那个作物收割下来之后曝晒一下，然后就是跟酿清酒一样，那也是要等到作物在9月份、8、9月份、9月份、10月份成熟之后，然后再开始采收下来，然后后来再酿酒嘛，不管酿清酒或是啤酒都是一样，略有差异啊。但是各位可以这样去思考谷类的东西嘛，因为谷类的东西，它们结果其实所有的植物都是一样，包括动物也是一样，在要冬天之前都会先添秋瓢嘛，就是让自己比较多的养分储藏起来。比方以这个稻子啊、麦子啊，或者是马铃薯啊、地瓜等等都是嘛，有不管是地下茎、地下根什么都是一样。那这阵子的各位如果去看，包含连台啤都有出因为最早出现我是看到在日本啤酒上面才有，而且数量并不多。可是这一季的这样子的啤酒种类很多家酒造很多家啤酒厂都有出，包含台湾的啤酒厂，然后他们出了这些啤酒都会标榜，各位可以注意看。特别你去找那个金色上面那一个更清楚更明显，它上面写的是零糖脂或零糖分，意思是说我这一罐啤酒这一罐不是铝箔包铝罐装的这个啤酒呢，里面是号称零糖脂当然他们敢这样讲，一定是最后也有去检验啦，只是尽量是达到几乎是没有糖的成分。本来啤酒我们就不需要有糖嘛，可是人的感知能力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强。就是说我常常提过了，如果1公升的这个水里面1公升的水我不要讲酒，我单纯就只要水你如果加入了这个糖分呢少于4公克的话呢，人是喝不太出来的，一般人喝不太出来。所以这个很多啤酒其实里面除了酒精之外，它当然有糖分在，然后这边就是号称说把这些糖分都把它酿造，把它酵母就把它全部吃掉了，都变成酒精。所以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无糖分的啤酒，它的酒精浓度会稍微高一点点，可能到6左右，6.5左右。那至于怎么制造的呢？这就是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因为我还是要提一句话，就是酵母菌本身是菌类，所以你的酒精浓度如果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它在发酵酿造的过程中，其实它自己就会死亡了。所以要酿造这种无糖脂的啤酒呢，必须要用对酒精度有耐受力的那种特殊酵母，然后这个发酵的香气呢，通常都会稍微再弱一点。所以为了要制作这种无糖脂的啤酒呢，其实除了还要考虑到说这个选择酒精之外呢，包含它的那个糖分的部分，就是如何去转化它的那个淀粉成为糖分，因为毕竟麦芽啤酒嘛，他们还要用特殊的酵素去处理，这部分呢也会影响到酒的味道。这种特殊酵素呢，因为它不是透过跟清酒不一样了，所以它的风味会不太一样。所以像这种无糖分的酒呢，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就是说他们常会强调说可能会加了一些可能特殊风味的调味当然也有单纯的麦的啤酒也有，但是这个东西很有趣。而且当你已经没有糖分的时候呢，他们在杀菌的过程，因为你酵母菌本身就比较不会有要怕它有活性太强继续发酵的状况，所以像这种无糖分的啤酒通常都是生的啤酒，而且是标榜活性的酵母。然后另外就是说风味口味上跟一般的那种啤酒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更科学化去酿造的，要克服很多个困难，所以绝对不是只有无糖分而已。
那这样的啤酒呢，可以去尝试看看啦。而且它标榜它的热量比较低，意思是说糖分呢，因为它也比较像生酮饮食一样，就是比较没有碳水化合物，而是单纯的只是这个酒精。虽然说酒精变得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样的啤酒呢，所以在这一年吧，1-2年突然变得非常流行，特别是今年。我前几天去 7-Eleven 就看到好多类似的这种的标榜0，都写一个 0的那种零糖分的啤酒，然后活性酵母啊，还有它的这个酒精浓度会稍微高一点啊，比较新鲜啊，香气风味特强烈啊。至于什么强烈，因为我还没喝到，我没办法形容，但是我想它本身麦香那个味道一定会更强。那至少是没有糖分的，所以又加上现在大家流行，特别女孩子嘛，流行健身嘛，所以如果说你晚上吃饭吃个鸡胸肉，配上这种有糖分啤酒，但是无糖分的，也许对你们来讲会比较不用顾虑到发胖的问题。虽然说酒类无论如何它就还是有酒精，有酒精就会还是有热量，但是你不可能没有热量啊，即便鸡胸肉也是有热量啊，对不对？重点是你有没有去运动嘛。好了，这一集因为我没想到我讲开始还是可以讲那么久，其实我已经到我的位置，我现在要去我要去的地方。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下期再见了哈。这个我希望这种录音的效果能够越来越好，开始也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填土之道有道理。好，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